楚风公子，听闻你已经寻得了通往藏灵池的方法，不知可否带我们一程？星陨圣地的一名男子对楚风说道。这个人楚风见过，但并没有说过话，甚至之前在夏雨儿与楚风亲密交谈的时候，楚风还曾在这个人的身上感受到过他那不善的目光。但是此刻他却一脸的和善，竟然请求楚风带他们一程，就好像楚风与他的关系多好一般。但是对于这一幕，其实楚风也早有预料，因为一路走来，楚风婉拒了不少人，相信是有人放出消息，说楚风已经寻到了通往藏灵池的方法。而这个消息传到了星陨圣地这些人的耳中，他们已经信以为真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寻到了通往藏灵池的方法。楚风说道。楚风，你别不知好歹，我星陨圣地的人找你带路，乃是你的荣幸。见楚风竟然要拒绝他们，那位先前开口的男子顿时变了脸色，不得无礼。然而那位刚刚开口便被夏雨儿所训斥。楚风公子，我听闻你不仅收集那紫树中的宝石，还收集那守护紫树的飞虫，我想你一定是发现了奥秘，莫非通往藏灵池的奥秘乃是飞虫？夏雨儿对楚风问道。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否正确我也不得而知，因为我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飞虫。楚风并未隐瞒，他很清楚夏雨儿是一个聪明之人，他既然这样说了，想必他也注意到了那飞虫才是关键，毕竟夏雨儿所获得的线索应该是和楚风一样的。不知楚风公子还差多少飞虫？夏雨儿问道。还差13000字431只。楚风说道。刚好我也收集了一些。楚风公子，不如现在就试一试吧。夏雨儿说话间便从乾坤袋取出一座阵法，这阵法与楚风的相像，其中也封锁这一部分飞虫，虽然远不及楚风所收集到的飞虫，但是也有10几万只之多，足够楚风凑够所需要的数量了。由此看得出来，夏雨儿也是收集了好一会这飞虫了。他果然也注意到了，这飞虫才是通往藏灵池的关键。不必了，我可以自己去收集。楚风摇了摇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怕用了我家圣女的飞虫，然后我们赖上你不成？星陨圣地的一位弟子说道。难道不是吗？楚风问道。其实楚风很清楚，只要用了夏雨儿的飞虫，那么星陨圣地的这些人便会全部跟着自己，甚至自己将会失去对着飞虫的掌控权。毕竟星陨圣地的人就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人，并且楚风所差的飞虫并不多了，与其用他们的，大可以自己去收集，那样一来掌控权便还在自己的手中，所以楚风自然不会用他们的飞虫。你这么说的话，意思就是哪怕你成功的得到了进入藏灵池的方法，也不准备带我们同行，是吗？星陨圣地的另外一位男弟子说道。说的没错，我的确不打算带你们同行。楚风说道。你放肆！星陨圣地那位男弟子勃然大怒。放肆？我为何放肆？不带你们就是放肆。你以为你们是谁？你以为你们是楚氏天族？以为你们是这大千上界的主宰？楚风问道。星陨圣地的男子气得脸色通红，却不知如何回答。其实他很想抬出自己的势力来压楚风，可是楚风却一开口就抬出了楚氏天族，这让他不知该如何应答。毕竟哪怕他星陨圣地再厉害，可是在楚氏天族的面前也是不堪一击。而楚风已经明确的说了，这大千上界的主宰是楚氏天族，他若还抬出星陨圣的来压楚风，那就有造反之嫌，这个锅他不想背，所以这种话他也不敢说。楚风兄弟，你这话说的不对，正所谓路见不平还拔刀相助呢，更何况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你带我们进去又能如何呢？星陨圣地另外一个人说道。非亲非故的，我为什么就要带你们？不好意思，我楚风不是大善人，而我想你们也不是，至少在先前我和宇文廷义他们对赌的时候，未曾见你们说过一句公道话。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星陨圣地的这几个人除了夏雨儿之外，他们的脸色都变得非常的难看。楚风拒绝他们也就算了，竟然还暗讽他们的人品有问题，他们怎能不怒？身为星陨圣地的弟子，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被人捧起来的，何时被人这般对待过？这么说来，你就是铁了心不打算我们一起走，是吗？此刻星陨圣地的弟子凶相毕露，那个样子就好像楚风若是再拒绝，他们就要对楚风不客气了一般。是又如何？你们还想动手不成？楚风以藐视的目光看着对方，并且嘴角还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那位本想说什么，可是最终又硬生生的将自己的话给咽了回去，因为若与楚风动用武力的话，他们也的确没有这个底气。毕竟先前他们可是亲眼看到楚风是如何将宇文廷义的修为废掉的，若论实力的话，他们这些人加到一起也不是楚风的对手。若是来硬的，他们还真是来不了。楚风公子，你不用担心我们会缠着你，我夏雨儿可以再次声明，这飞虫是赠予你的，就算成功了，可愿不愿意带着我们同行，也依旧是你说的算。你若不愿意带着我们同行，我夏雨儿绝不纠缠。夏雨儿对楚风说道。此刻楚风再次确定这个丫头的厉害，先前楚风处处针对星陨圣地，那些星陨圣地的弟子都被楚风气坏了，可是夏雨儿却是没有一丝反应，而现在他还这么说，足以见得这丫头的确是心智过人。夏姑娘，我只是不想带着他们，但并没说不带着你，其实你若要同行，我是不介意的。楚风笑着对夏雨儿说道。尽管楚风并不想带着夏雨儿，可是却也不能说出来，毕竟他还欠夏雨儿半个人情呢。但是听了此话，星陨圣地的那些男弟子则是气得气喘吁吁，看他们那个样子，就好像他们的鼻子耳朵凡是带眼的地方都在喷火一般，想必他们都快被楚风给活活气死了吧。而听得楚风这样一说，夏雨儿这是嫣然一笑，说道。既然如此，那楚风公子便试一试吧。好。楚风此刻也不怠慢，而是取出他所需要的飞虫，放入了自己的阵法之内。当飞虫达到了那组数字的数量之后，这些飞虫身上便开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而他们的变化也是非常的明显。此刻的他们还都活着，还在飞舞着，可是明眼之人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化作了一个活着的罗盘。成功了！
楚风大哥，你成功了，你简直太棒了！天哪，你是怎么看出这些飞虫只要到达一定数量，就能够成为通往藏灵池的关键的？此刻，那些一直跟随楚风的人激动不已，他们感觉这简直是奇迹。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楚风所得到的线索其实与那紫树有关。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他们得到了线索，也未必就能够想到那飞虫是通往藏灵池的关键。楚风公子，可否借我看一看？夏雨儿说道。可以。楚风并未多想，而是将手中那封锁着飞虫的阵法交给了夏雨儿。接过这阵法之后，夏雨儿便开始认真的打量起来。楚风公子果然厉害。而此刻，夏雨儿的脸上也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的笑容本就迷人，此刻如此灿烂的笑容，更是迷得在场男子神魂颠倒。尤其是李想，原本修为被废，心情很差，可是看到夏雨儿的笑容之后，他就像是忘记了自己的修为被废之事，那叫一个美。但楚风却注意到，夏雨儿的这抹笑容不像是在为楚风感到高兴，也不是像为在场之人感到高兴，他更像是在为自己感到高兴。没错，夏雨儿此刻虽然笑得很灿烂，也很迷人，但是楚风却注意到，这是一种自私的笑容。楚风公子，把这些飞虫给我吧，只要把这些飞虫给我，那你我之间的债便两清了。果不其然，夏雨儿开口了，但是楚风没有想到，他会用楚风欠他的那一半人情做要求，这楚风就有点想不通了。因为哪怕夏雨儿不提出这个要求，可是楚风也是准备带着他进入藏灵池的，因此楚风觉得他的这个要求是完全没必要的。事实上，不仅楚风不解，其他人也不解，他们不知道楚风与夏雨儿之间有什么债，他们只是单纯的无法理解夏雨儿为何非要持有这些飞虫。夏姑娘为何非要持有这些飞虫？楚风问道。难道楚风公子不知道藏灵池每次喷发时候的力量已经是一次不如一次了吗？夏雨儿问道。听说过。楚风说道。那楚风公子可听说过，其实藏灵池内的人越少，那么所获得的感悟便越多。夏雨儿笑眯眯地说道。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楚风感到惊讶，而其他人也同样惊讶。看来对于这件事，还不只是楚风没有听说，他们也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事实。所以我觉得今日在场的人有点太多了。夏雨儿说道。夏姑娘，你此话是为何意？莫非是想只与你星陨圣地的人进入藏灵池，是想抛下我们？此刻，仙冰山庄的弟子有人开口问道。他们是慌了，害怕夏雨儿不带着他们，毕竟他们已经看到了进入藏灵池的机会，若是这样错过的话，那未免太可惜了一点，谁都不想这样错过。然而对于他们的问题，夏雨儿就像是没有听到一般，而是看着楚风说道。看来楚风公子是不想还清欠我的那一半了。非也，只是夏姑娘可想好了？楚风问道。想好了。夏雨儿说道。楚风，不要给他，这是你辛辛苦苦所获得的机会，怎么能这样拱手让人？女王大人说道。淡，可我欠这夏雨儿的迟早要还，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你也清楚，错过藏灵池的这次机会，我以后还会有其他机会，助我突破界灵师境界。但若是能够就此和这夏雨儿撇清关系，我觉得对我来说倒也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楚风说道。你真的觉得利大于弊？女王大人问道。其实他还是不想楚风错过，毕竟进入藏灵池，这可是10年一次的机会，在女王大人看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甚至比楚风从那属于夏雨儿的阵法中所获得的天地能量还要珍贵。我的确觉得利大于弊。楚风说道。既然你这么想，那便给他吧。女王大人尽管很不情愿，但她还是尊重楚风的决定。他归你了，从此以后，我楚风不再欠你。楚风说道。好。夏雨儿点了点头，随后又对楚风说道。楚风公子，其实你亏了，你之前所得远不如今日的这个机会。这个夏雨儿竟然在讽刺楚风，对于他的这种讽刺，楚风并未生气，而是笑着说道。其实我知道，既然知道，为何还要这样做？夏雨儿问道。楚风不喜欢欠人人情，把欠你的还清，我心安。楚风说道。楚风公子还真是有趣。夏雨儿笑了笑，随后他竟然走到楚风近前，与楚风几乎只有半尺的距离。夏雨儿贴着楚风的耳朵，以近乎传音的方式说道。其实宇文廷义找到李想不是巧合，是我告诉他李想在这里的。听得此话，楚风的双眼顿时瞪得溜圆，眼中涌现出了怒容。原来李想会被废除修为，甚至险些丧命，原来都是拜夏雨儿所赐。怎么了？生气了？你不会要杀了我吧？其实我也只是告诉了宇文廷义李想的位置，谁曾想他会废了李想修为，我也是无心的啦。夏雨儿笑眯眯的说道。而他越是这样说，楚风越是感到愤怒。夏雨儿实在太阴险了，因为若只因他告诉了宇文廷一李想的位置，楚风便对他出手的话，这个理由太牵强了。毕竟不是他伤害了李想，但是楚风又很清楚，若不是因为他，宇文廷义可能找不到李想，李想也不会遭此劫难，一切都是夏雨儿造成的。但是明知道如此，楚风又不能对他如何，这才让楚风愤怒。尽管很是愤怒，但是楚风却并没有发作，他强行将怒火压了下来，随后问道。你为何要这样做？这对你并没有好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夏雨儿的东西不是那么好用的。夏雨儿说完此话，便自楚风身前抽离，他又对楚风笑了笑，可是他此刻的笑，在楚风看来却是如此的阴险与卑鄙。随后夏雨儿便拔空而起，向远处飞掠而去。见此情形，星陨圣地的人赶忙拔空而起，追随着夏雨儿而去。然而夏雨儿亮出了一道符纸，那符纸使用之后，夏雨儿的身上便被金色的符咒所缠绕，他的速度也是变得非常之快，眨眼之间便消失在了远处。哪怕是楚风施展全力，都是追赶不上。这种情况之下，星陨圣地的众人很快便被夏雨儿甩开了。无奈之下，他们也都是纷纷停了下来，一脸的沮丧。想必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夏雨儿竟然连他们都会抛下。想不到夏姑娘竟然是这样自私的人。
枉我之前还把他看得那么神圣。李想很是气愤地说道。他并不知道宇文婷一找到他是夏雨儿的原因，因为先前夏雨儿所说的那番话是暗中传音，旁人都听不到。但是夏雨儿独自想用藏灵池将他们全部抛下的行为，便足以让李想对夏雨儿有了全新的认识。狗屁圣女，所谓蛇蝎美人，说的就是她这种人吧？没错，她还真是心如蛇蝎，自私自利。此刻与李想关系较好的那两人也是纷纷斥责夏雨儿。三位仁兄，这话你们在这里说说也就算了，若是出去了，千万别乱说。先不说没人会信，搞不好还会惹麻烦上身的。此刻仙冰山庄的一位弟子劝道。听得仙冰山庄那位弟子的话后，在场的人也都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夏雨儿不仅是星陨圣地的圣女，她还是大千上界无数男子心中的圣女，谁敢在外面说夏雨儿的坏话，那可真的是要倒霉的。诸位抱歉了，害得你们白跟着我走了这么久。此刻楚风有些歉意，毕竟他是因为还清欠夏雨儿的债才将飞虫给夏雨儿的，等于是楚风辜负了这些人的期望。楚风兄弟，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本来也没有非带着我们去藏灵池的义务，你不嫌弃我们是累赘，肯带着我们就已经很感激了。是啊，楚风兄弟，大千上界上的天才见过不少，妖孽级别的也曾有幸目睹过，但你绝对是这些天才中最好说话、最为和善的一个。此刻在场之人不仅没有丝毫怪罪楚风的意思，相反他们都非常认可楚风的人品。就在这时，一道光柱忽然自不远处浮现，在这丛林之中闪烁着。这不是我们进入此处的光柱吗？怎么会忽然出现？看到这光柱，人们表示不解。而就在众人正在不解之际，远古蛇族族长的声音也是忽然响起。相信到了此时，诸位小友也都认识到了这迷宫的难度。若有不想浪费时间，想要退出的，可以通过那光柱离开。听着这个声音，人们终于知道这个光柱的作用了，原来是给予他们放弃的机会。楚风大哥，我们先带理想回去了，毕竟长老们也许能够帮到他。与理想同行的两人说道。好，你们快回去吧。楚风表示赞同。楚风兄弟，我们也走了，等下出去后，我们会与长老说明其中的情况，别的不敢保证，至少我圣丹山庄可以保护你安然的离开这里。圣丹山庄其余的弟子说道。多谢了。楚风抱了抱拳。别这么说，若不是因为理想，你也不可能废了宇文廷义的修为。圣丹山庄的弟子说道。随后圣丹山庄的弟子便纷纷进入了那光柱之中，而在此之后，仙冰山庄的弟子也与楚风道别后进入了那光柱，就此离开。值得一提的是，那修为已经被废掉的宇文廷一以爬行的姿势也在爬向那光柱，他也是准备离开了，想必是想找人为他疗伤。眼见着宇文廷一要离去，楚风倒也并未阻拦。楚风要杀他，先前就动手了，之所以没有杀他，那是因为楚风觉得相比于杀了他，废除了他的修为会让他更加痛苦。毕竟宇文廷一是如此的自负，像他这种人没了修为一定会痛不欲生。而此刻在大山之外那个先前通往迷宫阵法以及修炼阵法的地方，韩愈站在这里。他虽然走出了宫殿，但并未真的离开，而是在此等候宇文廷义和宇文化龙。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韩愈之外，各方势力的长老以及小辈们也都聚集在这里。原来那座修炼阵法的修炼时间已经结束了，所以人们便都返回到了这里。此刻在这里聚集的人可比之前在那座大殿内聚集的人要多得多，并且基本各方势力的都有，大多数还都是长老级别的高手。最重要的是，此刻在这里出现了数道光柱，光柱中不断有小辈走出。原来那光柱不是让人们返回到大殿之内的，而是直接将他们送到了这里。长老大人，当李想等人出现之后，圣丹山庄的弟子赶忙呼唤起圣丹山庄的长老。怎么了？大呼小叫的。圣丹山庄的长老并未注意到李想的修为出现问题，所以面对圣丹山庄弟子的呼喊，圣丹山庄的长老表现得很不耐烦。长老大人，李想的修为被人废了。其中一位弟子说道。什么？听得此话，圣丹山庄的几位长老脸色顿时大变，一个箭步便来到了李想近前，开始为李想诊断伤势。可恶，竟然如此凶狠，是何人所为？圣丹山庄的马长春长老大声问道。从他的反应中看得出来，他不仅很愤怒，更多的是出于对李想的心疼。毕竟这可是他圣丹山庄培养出来的优秀弟子，如今修为被废，他怎能不心疼？是宇文廷一废了李想的修为，幸亏楚风出手相助，帮其疗伤，否则怕是9品5祖的修为都保不住，他将成为一个废人。圣丹山庄的弟子说道。胡说，我家少城主与你们无冤无仇，岂会无缘无故废其修为？在场的这些人中也有宇文城的长老，他们不知道大殿内发生的事，更不知道大山中发生的事，但是眼见着圣丹山庄将罪责指向了他们的少城主，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否认此乃事实，并非胡说。我等可以作证。就在此刻，仙冰山庄的那几位弟子站了出来。宇文城，你们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圣丹山庄的马长春长老正在气头上，所以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宇文城的那几位长老。误会，这一定是误会啊！宇文城的长老有些慌了，毕竟虽然他们宇文城有些抵御，可是相比于圣丹山庄还是弱上一些的。倘若他们的少城主真的做出了这种事，那他们宇文城还真是不好向圣丹山庄交代。就算被废了修为又如何？只能说那理想咎由自取。就在此刻，韩愈开口了。对于这件明显是宇文廷一理亏的事情，韩愈却是毫不掩饰的站在了宇文廷一这一边。韩愈，你这是什么意思？马长春长老愤怒地问道。他不该在大殿内掌宇文化龙10000个耳光，而他既然做了，那他就应该有被报复的觉悟。韩愈说道。10000个耳光。听得此话，在场的许多人都有些迷茫，毕竟他们不知道大殿内发生的事情。长老大人，是这样的。见状，圣丹山庄的弟子赶忙解释，宇文化龙愿赌服输，被掌耳光也是活该。
可是宇文廷一因此便废了我宗弟子修为，这乃是大恶之举。宇文成，此事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得知经过后，马长春并不觉得李想有错，依旧在向宇文成讨要说法。马长老，你先息怒，倘若此事属实，我们一定如实禀告城主大人，一定会给你们圣丹山庄一个满意的交代。此刻，宇文成的长老则是连连道歉，毕竟哪怕李想长了宇文化龙10000个耳光，可是那毕竟是对赌输了，的确不怪李想。但是宇文廷一因此而报复李想，并且废了他的修为，这就实在是有些过分了。在场的人都能分辨出谁对谁错，他们也是无从抵赖，自然就只好认了。圣丹山庄的小友，你们先前说楚风也在场，可忽然间，宇文成的长老对圣丹山庄的弟子说道：“是，怎么了？”圣丹山庄的弟子没好气的说道：“没什么，只是这个楚风实在是太过分，若不是他从中作梗，我家少城主也不会对这位小友做出这种事，所以真的希望少城主好好教训这楚风一番。”宇文成的长老说道：“你这家伙！”听得此话，圣丹山庄的人则是更加不悦了。这宇文成的人实在太过分了，明明从一开始就是宇文廷一先找的麻烦，现在竟然把罪责推到了楚风的身上，而且看他们的模样，一定是非常希望宇文廷一狠狠地教训楚风一番。事实上，宇文成的长老们的确是这样想的，并且他们觉得楚风既然和宇文廷一相遇了，而现在楚风和宇文廷一又没有出现，所以他们觉得宇文廷一一定已经对楚风出手了。尽管宇文廷一废了理想修为，让他们有些头疼，可是倘若宇文廷一能够废了楚风的修为，那他们则会感觉大快人心。毕竟宇文廷一和宇文化龙受辱都是拜楚风所赐，他们是打心眼里希望楚风死去，快救我，快救我呀！而就在这时，一道悲惨无比的声音自光柱的方向传来，定目观望，在场之人皆是目光一变，尤其是宇文成的长老更是面色大变，因为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宇文廷一。只是此刻的宇文廷一那叫一个悲惨，他不仅浑身是伤，是从光柱内爬出来的，并且他的修为竟然全部流失，此刻简直就是一个废人。少城主，您这是怎么了？见到这样的宇文廷一，宇文成的人都慌了，赶忙来到宇文廷一近前，为其布阵疗伤，甚至那几位长老心疼的眼泪都流了出来。毕竟宇文廷一不是寻常的角色，而是他宇文城的少城主，是宇文城未来的继承者啊！廷义兄，你这修为是被何人所废？莫非是远古蛇族的人帮助楚风对付了你？此刻，韩愈来到近前，对宇文廷一问道：“先前他从圣丹山庄弟子话中得知，楚风、李想、宇文廷一等人是遭遇过的，而韩愈很是清楚，宇文廷一废除理想修为只是其一，他真正想要对付的乃是楚风，所以他觉得宇文廷一一定和宇文廷一交手了。但是在他看来，楚风不可能胜得过宇文廷一，所以楚风不可能废了宇文廷一的修为。那么又有谁会帮助楚风？他能够想到的，便唯有远古蛇族，不是楚风，全部都是楚风做的。宇文廷一以一种近乎崩溃的情绪，疯狂地呐喊着，而他这番疯狂的呐喊传入众人耳中，也让众人感到很是意外。什么？楚风？听得此话，宇文城的长老顿时面若呆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他们先前还期望着宇文廷一和楚风交手，好好教训楚风一番的，怎么转眼间变成了宇文廷一被楚风所教训了？这可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呀！廷义兄，你确定楚风他一个2品真仙，怎么可能废了你的修为？韩愈问道。他隐藏了修为，他的真实修为不是2品真仙，而是3品真仙，再加上他那神级雷纹以及那诡异的秘籍，我不是他的对手。宇文廷一此刻竟然已是泪流满面，表情却异常狰狞，看来修为被废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件非常难以承受的事情。而看到这样悲惨的宇文廷一，原本打算讨个说法的圣丹山庄长老们也是不好再上前说话了，毕竟哪怕理想再惨，可修为也是被保在了9品无阻，以他的天赋迟早可以恢复到真仙境，但是宇文廷一他的修为却是彻底被废掉了，哪怕可以继续修炼，却也要从头开始，并且他的丹田被破坏的特别严重，日后修炼的速度也一定不会再如从前，小辈天才的名号怕是从此而被剥夺。楚风，我宇文城与你势不两立，一定要你血债血偿！猛然间，宇文城的长老发出了一声杀意滔天的咆哮。此刻，所有人都意识到宇文城这句话不是开玩笑的，毕竟宇文廷义乃是宇文城的少城主，身份特殊。然而，对于外面发生的情况，楚风却并不知晓。当仙冰山庄的人离去之后，楚风却并未离去，而是盘坐在地上思考起来。现在再去找飞虫，怕是已经来不及了。楚风，你现在有何打算？女王大人问道。的确来不及了，这飞虫的数量有限，我之前已经捕获的差不多了，就算重新捕获，也根本捕获不到足够的数量，否则夏雨儿也不会索要我所捕获的飞虫。楚风说道。那你觉得还有机会？女王大人问道。不能确定，只是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也许还有其他方法可循。楚风说话间，将一路走来所寻得的紫色宝石全部取了出来，摆放在了地上。楚风凝视着这些紫色宝石，观察了好一会，可仍然没有发现这宝石有何特殊之处。眼看着1日时间已经快到了，那藏灵池就快要喷发了，楚风也是越来越没了耐心。猛然间，楚风站起身来，手掌伸出，一道结界之力所化作的刀刃便自楚风的掌心延伸而出。随后，楚风挥动着结界刀刃，便向地上的那些紫色宝石挥砍而去。刀刃摆动，紫石纷飞，原本完好的紫色宝石被楚风切割成了一块又一块。楚风，你这是做什么？不要激动好不好？你不是也说了，这大千上界肯定还有其他机会，就算错过了这一次，我们还有下一次啊！见到如此情形，女王大人还以为楚风是被逼得急了，在发泄情绪，所以赶忙开口相劝。他实在是担心楚风出事。嘿嘿，听得女王大人开口，
楚风不仅立刻停手，他反而笑了。听得楚风这样一笑，女王大人的美眸之中则涌现出了不解之色。因为听楚风的笑声，他并不像是愤怒或者焦躁，相反，他像是很轻松的样子。淡淡，莫要担心，我可不是在发泄情绪，我是想到了一个非常笨的办法。楚风说道。非常笨的办法是什么办法？说出来与本女王听听。女王大人问道。飞虫凑到了足够的数量，便可化作罗盘，指引我们前往藏灵池。我想这些宝石凑到足够的数量，也许也可以指引我前往藏灵池。楚风说道。哈哈，本女王知道了，因为这紫色大树的数量有限，所以你是不可能凑够完整的宝石数量了。因此，你准备将这些宝石分割成所需要的数量。女王大人笑着说道。她之所以笑，是因为楚风的这个方法的确是有些笨，但是她又觉得楚风这个方法其实是可行。实际上，她是有些佩服楚风的，至少楚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来。女王大人，看来你也觉得我这个方法可行，对吗？楚风问道。可行，当然可行，你继续。女王大人说道。那我便继续了。楚风说话间，便再度挥动手中的结界刀刃。这结界刀刃乃是阵法所化，所以那结界宝石，凡是遇到楚风的结界刀刃，都只是会被切斩开来，并不会消散掉。楚风的速度很快，眨眼之间便将这些结界宝石切割成了他所需要的数字。然而，令楚风惊讶的一幕发生了：当那结界宝石化作了他所需要的数字之后，竟然光芒大生，下一刻相互融合。眨眼间，那结界石头竟然也化作了一个罗盘。我的天啊，楚风，你成功了！这个方法居然可行！见此一幕，女王大人惊讶地呼喊出声。事实上，就连楚风也很惊讶，他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笨办法居然成功了。楚风将罗盘拿起，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罗盘虽然形态与那飞虫所形成的不同，可是所指的方向却是相同的。这说明他的确是能够指引楚风到达藏灵池的罗盘。不知道夏雨儿那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在藏灵池内看到我会是什么反应？楚风笑着说道。管他是什么反应，反正藏灵池内也没有其他人，你若是带到他，就把他衣服扒光，然后把他第一次夺走了，就当替李想报仇了。女王大人说道。我的女王大人，你也是女人啊，怎么能够想得出如此狠毒的计策？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正因为本女王也是女人，所以我才知道，对于女人来说，第一次被人强行夺走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像夏雨儿这种女人，本性狠毒，但是又非常自负，她也一定把自己的第一次看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若是夺走她的第一次，那对她来说，比废除她的修为还要痛苦。女王大人坏笑着说道。还是算了吧，当初年轻气盛，对颜如玉他们三个做出那种事，我心中一直感到愧疚，所以不想再做犯这种错误了。楚风说道。还放不下他们三个对吗？放心吧，本女王有预感，他们三个不会有事，说不定哪一天你就能够遇见他们了。不仅是他们，苏柔和苏美也一定不会有事。女王大人说道。那就借女王大人吉言哥。楚风笑了笑，随后便手握罗盘，按照罗盘所指引的方向，向藏灵池的方向前行。楚风注意到，这罗盘所指引的方向一直在变化，简直就像是在胡乱指引一般。可是也正因如此，楚风才更加觉得这罗盘是有用的。毕竟这看似正常的大山，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迷宫，四处都是迷惑之法，按照正常的逻辑，反而是走不出这大山的。然而，当楚风根据那罗盘所指，专心地向藏灵池方向走去之际，在先前楚风将那些紫色宝石切割成数个的地方，却有两道身影自虚空之中走了出来。这两位竟是远古蛇族的族长，以及之前帮助楚风刁难韩愈的那位长老。族长大人，看来你很喜欢这个楚风啊。远古蛇族的那位长老说道。为何这样讲？远古蛇族的族长问道。因为属下还是第一次看见你为人开小差的。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而他这一句话也是道破了玄机。看来楚风能够让那些紫色宝石化作罗盘，并非是楚风的笨办法有用，而是这位远古蛇族的族长在暗中帮助了楚风。我向来看不上人族的这些小鬼，因为他们自私自利，简直比我们妖族还没有人性。但是这个叫做楚风的小鬼，倒是有些让我刮目相看，索性便帮他一次。只不过星陨圣地的那个圣女，可不像楚风看到的那么简单，那个丫头很危险。楚风倘若在藏灵池内遇到她，搞不好还有危险。但是藏灵池是一个奇怪的地方，任何阵法都无法在那里布置，那里发生什么我们都看不到。而因为那个原因，在藏灵池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又不得靠近藏灵池，所以楚风若是在那里遭遇不测，我们都不会知晓，就更别提暗中帮他。因此接下来只能靠他自己了。远古蛇族族长说道。楚风这小鬼看样子很是机智，并且他的实力也是不弱，就算那夏雨儿要对付他，他也就未必应付不了，所以族长大人倒也不必担心。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担心？远古蛇族族长笑了笑，随后说道。欣赏是欣赏，但他死活与我无关。此刻夏雨儿手持那飞虫罗盘，正在快速的赶路，并且很快他已经穿过了大山中的丛林，进入了一片石林。眼下石林的石头越发的密集，也越发的高大，并且这些石头有些特殊，任何手段都无法看穿它们。这么多的巨石拦在前面，根本就看不清前方的道路，身在其中让人感觉有些不安。因为相比于那大山，这里更像是一座迷宫。可是越是这样，夏雨儿越是欣喜。夏雨儿虽然暴露在大千上界众人眼中的时间并不久，但是她实际上并非第一次来到这结界仙域，也并非第一次来到这藏灵池，所以对于这大山，夏雨儿也是非常熟悉的。她很清楚，穿过这片石林，她就将抵达藏灵池。终于，夏雨儿成功穿过了这片石林。穿过石林之后，她反而放慢了步伐，因为在她的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片池水。这池水的面积不是很大，看上去也没有特殊之处，但是那池水却非常的清澈，而这便是藏灵池。此刻
夏雨儿那精致的小脸之上布满了迷人的笑容，此刻她可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毕竟她之前与楚风所说，身在葬灵池内的人越少，那么所获得的感悟便越多，乃是真的。所以她非常期待独自一人享受这葬灵池将会得到怎么样的感悟。谢了。然而就在此时，一道悦耳却又有些冰冷的声音忽然在夏雨儿身后响起。听着这个声音，夏雨儿顿时神经一紧，下意识地抽出了2把银色长剑。这银色长剑乃是夏雨儿的半成仙兵，半成仙兵握在手中，夏雨儿二话不说，直接挥动兵刃向身后发动了斩击。刹那间，2道光刃以极快的速度飞掠而去。然而那道斩击发出之后，夏雨儿却发现先前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根本就没有人的身影。别紧张，毕竟是你带我来这里的，所以我不会把你赶走。就在夏雨儿惊讶之际，那道声音再度响起，只不过这一次那个声音是在葬灵池的方向传来的。夏雨儿没有再贸然出手，而是转身将目光投了过去，想要看看这一位究竟是谁。而当夏雨儿看到那个人之后，夏雨儿不仅放松下来，反而是笑了，因为这个人夏雨儿认识，他乃是楚氏天族内那位身份超然的大小姐楚灵溪。这就是所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吧。楚灵溪大人还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夏雨儿说道，他直到此刻才意识到楚灵溪应该一直在暗中跟着他，是一路跟着他来到的这里，只是在这期间他竟然毫无察觉，这让他很是意外，也有些失落。他失落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不能独自一人享受这葬灵池了，最重要的是在从楚风那里得到了飞虫罗盘后，他本以为他是此行最终的胜者，但是现在来看，最终的胜者乃是楚灵溪，所以他才失落。本以为星陨圣地的圣女是一个如同仙子一般善良的人，楚灵溪淡淡一笑，这笑容同样美若天仙。他看着夏雨儿说道，夏姑娘也是令我刮目相看，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依我看仙也当如此。夏雨儿说道，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楚灵溪说道，这么说来我与楚灵溪大人乃是同道中人。夏雨儿说道。楚灵溪笑了笑，他的笑容很干净，简直如同这葬灵池的池水一般清澈，可是他的这抹笑容一般人却看不透。不过夏雨儿看透了，正因看透了，所以他的柳眉微微的皱了一下，因为他从楚灵溪的笑容中看到了嘲讽的味道。楚灵溪并不喜欢夏雨儿，然而夏雨儿也不喜欢楚灵溪，可是哪怕不喜欢却也没有办法，他必须表现得像喜欢楚灵溪一样。抛开身份地位不谈，单单只论实力，现在的楚灵溪也不是现在的夏雨儿可以对付的存在。楚灵溪也很清楚夏雨儿对他无法造成威胁，所以哪怕明知道夏雨儿是一个面若仙子实则心若毒蝎的女子，但楚灵溪也并不怕她。时间快到了，楚灵溪说着便娇躯一纵，宛如仙子一般唯美的落入了这葬灵池之内。落入葬灵池后，见夏雨儿久久未曾进入葬灵池内，楚灵溪也是有些不解，于是看向了夏雨儿，你在做什么？你疯了？看到此刻的夏雨儿，楚灵溪大声呼喊起来，因为此刻的夏雨儿竟然正在宽衣解带，并且她的衣衫已经全部从身上褪下，那白皙的肌肤，近乎完美的身躯，此刻就那样毫无遮掩的展现在楚灵溪的面前。也就是楚灵溪是女子，否则换做一个男子的话，绝对无法抵挡这样的诱惑。楚灵溪大人，难道你没有听说赤身进入葬灵池所得到的感悟会更多吗？夏雨儿面带可人的微笑，一边向楚灵溪走来，一边对楚灵溪说道，这里可是葬灵池，是远古蛇族的地盘，你就不怕远古蛇族正在监视这里？你就不怕你的身子被他们看到？楚灵溪说道，难道楚灵溪大人没听说过这葬灵池附近有着特殊的力量，无法布置阵法？而且远古蛇族有一个规矩，那就是葬灵池对外开放之际，他们从不踏入葬灵池。至于其他人，他们根本就无法进入这里吧，因为那飞虫几乎都被楚风捕捉走了，其他人就算知道来到此处的关键，也根本就没有机会。夏雨儿说道，他很自信。且说话间，他已是赤着身子优雅地落入了水中。随你吧。楚灵溪说话间便向葬灵池深处前去。见状，夏雨儿妩媚的一笑，随后也向葬灵池深处前去。很快他便追上了楚灵溪。尽管想要在这葬灵池内感悟东西，的确要全身浸泡在葬灵池的池水之中，可是葬灵池的由来绝对不是传闻那么简单，在这里的确死过很多人，这葬灵池的深处乃是一个真正的水中坟场，不管是何修为者，只要越过了那个不该越过的界限，就会死在葬灵池深处，永远的葬送在其中。人们并不知道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所以他们两个也都不敢太过深入。楚灵溪大人，我并未骗你，将衣衫脱掉，赤着身子在这葬灵池内，的确可以更好的感悟到那其中的奥秘。反正你我都是女子，不必害羞，不如你也脱了吧。夏雨儿对楚灵溪说道，无论男女，我都没有在其面前不穿衣服的习惯。楚灵溪说道，女人无所谓吧，至于男人，我也从未在男人的面前赤过身子。夏雨儿说道，是吗？那假如等下有男人进入此处，刚好看到了你的身子，你会怎么办？楚灵溪好奇地问道。不管是谁，只要他是男人，并且未经过我的允许看到了我的身子，我都会先挖掉他的眼睛，然后再割掉他的舌头，最后再将他碎尸万段。夏雨儿说道，为何是先挖掉眼睛，再割掉舌头，最后才杀他？直接杀他不是更干脆？楚灵溪说道，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就应该遭受惩罚。夏雨儿说道，听得此话，楚灵溪的嘴角不由得扬起一抹淡淡的微笑，她越发的确定夏雨儿是一个很辣的女子，但是对于很辣的女子，楚灵溪反而并不反感，因为某种程度来说，她楚灵溪也是一个很辣的女子。楚灵溪大人，喷发快要开始了，专心闭上眼睛，等待喷发到来，这有助于更好的感悟。夏雨儿说道，你莫非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竟然根据水纹的变化判断出那喷发的预兆？楚灵溪有些惊讶，这么看来，楚灵溪大人也并非第一次来到这里，那我的提醒
还是多此一举了。夏雨儿说道。而此刻，楚灵溪则是与夏雨儿相视一笑，他们觉得既然彼此间都是有着秘密的人，那便不必再多问。随后，二人便纷纷闭上眼睛，并且布置了一座阵法，藏于掌心之中。这阵法是在那池水喷发之际使用的，同样有助于感悟那池水中的奥秘。然而，正因为专心的等待那喷发的到来，他们却并未注意到，一道身影已是穿过石林，靠近了藏灵池。而此人自然便是楚风，那应该便是藏灵池吧？女王大人说道。应该就是了。楚风此刻也是一脸的喜悦，他总归是没有白跑一趟。只是怎么没有看到夏雨儿？女王大人问道。这池水有些特殊，表面上看清澈无比，可实际上却根本就无法看到深处的景象。夏雨儿应该是在池水深处。楚风分析道。那个丫头非常的精明，她进入池水深处一定是有好处的。楚风你也进去。女王大人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楚风说话间便纵身一跃，跃入藏灵池之中。楚风觉得夏雨儿应该知道更多关于藏灵池的秘密，那么夏雨儿所停留的位置应该是对于感悟这池中奥秘也是有着好处的。所以楚风进入藏灵池后便一路下潜，为的就是找到夏雨儿。可是下潜没有多久，楚风便赶忙停了下来。与此同时，楚风的眼睛瞪得很大，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之色。他向下观望，看到了2道身影，其中一个是楚灵溪，另一个便是夏雨儿。楚风只知道夏雨儿在他之前进入了藏灵池，可真是没有想到楚灵溪也在。虽然楚灵溪的出现也的确是让楚风感到有些意外，可是还不至于让楚风这般惊讶，露出这样的表情，而导致楚风有如此反应的，那自然便是夏雨儿。毕竟此刻的夏雨儿可是赤着身子，什么都没有穿，她那近乎完美的身躯，完美无瑕的肌肤，此刻就这样毫无遮掩的暴露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如此完美的身躯，在这深水之中，简直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线。这个丫头虽然阴险是阴险了一点，但是这皮肤、这身材、这相貌，还真是没得说。本女王断定，大千上界3大美女的称号，这夏雨儿算是实至名归了。女王大人可与楚风共享视听，所以楚风看到的，女王大人也都看到了。此刻，女王大人一脸的坏笑，她知道以夏雨儿的个性，若是知道她的身子被楚风看到了，一定羞耻难当。想必对于夏雨儿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尽管只是巧合，而并非有意，可是也等于是报了一箭之仇了。女王大人自然高兴。事实上，看到夏雨儿的身子后，楚风当真是惊讶极了。可能是太久没看到这样迷人的身子了，楚风一时之间竟然有些懵了。这种情况之下，反而是男人的本性暴露了出来，所以楚风没有言语，而是这样专心的打量了起来。越是打量，楚风越是感觉喜欢，一个没忍住，竟然吞咽了一下口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吞咽口水的声音，惊动了紧闭双眼的夏雨儿与楚灵溪。他们2个也绝对不会想到是有人出现在了此处，所以只是下意识的睁开眼睛，向斜上方看了一眼。下一刻，一声尖锐的惊叫声传来，这声中充满了惶恐、害怕以及不知所措。是夏雨儿。当夏雨儿看到楚风就在不远处的池水中，那一双眼睛宛如冒光一般盯着自己。夏雨儿莫说小脸变得如同红苹果一般，就连那原本白皙如雪的肌肤也是变得泛红。一声尖叫之后，夏雨儿便娇躯一纵，快速的掠入深水之中。嗨，夏姑娘，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不用紧张。见此一幕，楚风也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下意识的他便说出了这句话：撒谎也打打草稿吧。你说你什么都没看到，那你那身体反应是怎么回事？楚灵溪指着楚风腹部以下的区域说道。听得楚灵溪这样一说，楚风才注意到他的某个区域早就如同苏醒的猛兽一般，已经觉醒了。这猛兽可能太强大了，明明穿着裤子，可是却依然无法遮挡他的强横。从外面来看，也是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哪怕楚灵溪也注意到了楚风的身体变化。可尿憋的，你不懂，男人憋尿也容易这样。楚风一边尴尬的笑着，一边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裤子，让自己那苏醒的猛兽看上去不是那么明显。见楚风如此，楚灵溪也是捂着嘴巴笑了起来。虽然楚风的确是一本正经的对他解释，可是楚灵溪很清楚，楚风的这个解释只有傻子才会信。猛然之间，下方传来了一声巨响，与此同时，大片的水花如同沸腾了一般，自下方翻腾而来。这一刻，楚风的目光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自那下方感受到了一股非常磅礴的杀意。楚风，我要宰了你！紧随其后，夏雨儿的怒喝之音也是随之响起。很快的，夏雨儿便再度出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此刻的夏雨儿不仅已经穿好了衣衫，她的手中还握着2把银色的长剑，脸上还布满了怒容。看着此刻的夏雨儿，楚风明白了一件事：哪怕是再美的女人，可是当她的脸上布满了怒容与杀意之后，那么看上去也会有些可怕。最重要的是，夏雨儿此刻的气息，楚风明明记得第一次见到夏雨儿的时候，夏雨儿的修为是1品真仙，但是此刻夏雨儿所散发的气息竟然是4品真仙。这个丫头莫非从一开始就隐藏了修为？楚风很是惊讶，但是惊讶的同时，他又不得不郑重对待。所以楚风不仅立刻释放出了神级雷纹，提升了自己的修为，更是同时握住了神龙血齿。夏雨儿手中的双剑连续刺出一道道光刃，夹带着金色的火焰向楚风攻来。那不是简单的攻击手段，而是竞技武技。不过楚风也绝对不是吃素的主，只见楚风的神龙血齿连续摆动，便将那正面袭来的光刃给挡了下去。一声刺耳的剑鸣响彻，是夏雨儿手持双剑刺了过来。夏雨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竟然在楚风挡下他的光刃之际，便来到了楚风近前。这一次，夏雨儿的半成仙兵正面袭来，威力反而更强。楚风哪里还敢多想，只得挥动手中的神龙血齿去挡。火花四溅，涟漪四起，这池中的水花被2人震得四下翻腾，
一时之间，二者便凭借各自手中的半成仙兵，以兵斗兵，正面的缠斗起来。楚风的近身交战的本领，一直以来都是同辈中的佼佼者，可以说是未逢敌手。可是当楚风遇到夏雨儿之后，楚风便真的感觉他遇到了对手。夏雨儿的剑法非常的凌厉，实如两条银龙，时而刚猛凶猛，仿佛那根本就不是半成仙兵，而是夏雨儿的本体，已经与夏雨儿融为一体。夏雨儿对他们的运用简直堪称完美。不过好在楚风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哪怕夏雨儿的攻势再凌厉，甚至渐渐想要索命，但是楚风倒也能够抵挡得住。夏姑娘，误会啊！楚风一边全力抵挡夏雨儿的攻势，一边开口解释。毕竟此刻楚风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夏雨儿的杀意，他知道夏雨儿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丫头是真的要杀了自己。可是夏雨儿身后的势力是什么？那可是在大千上界仅次于楚氏天族的庞然大物星陨圣地啊！而夏雨儿这个丫头虽然危险了一点，可是楚风和夏雨儿之间其实也并没有非要斗个你死我活的地步。理想的事情虽然夏雨儿是罪魁祸首，可毕竟不是他把理想弄成那个样子的，这个仇楚风自然想着要报，可是他觉得还不到时候，也不至于非要杀了夏雨儿。至少在楚风能够与星陨圣地对抗之前，楚风还不想与夏雨儿彻底撕破脸皮，所以眼下楚风才极力解释。误会，好，你自挖双眼，割掉舌头，然后再送上你的性命，我便相信这是误会。夏雨儿连说话的语气都变了，他不再像之前那般笑里藏刀，此刻的他就是最危险、最蛮不讲理、最杀机毕露的状态，他所有的凶狠都在此刻呈现而出。换句话说，这才是真正的夏雨儿。所以楚风无论怎么说都没用，他现在就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杀掉楚风。别啊，夏姑娘，咱们不是朋友吗？这可是你口口声声说的，既然你说我是你朋友，那你怎么可以因为我不小心看了你一眼，就这样对我呢？再者说了，我又不是故意的，要不是你自己脱光了衣服，我也不可能看到啊。对了，你为什么要脱衣服啊？你就不能像楚灵溪那丫头一样，好好的在这水里待着吗？你怎么还有这种进入水中就非要脱衣服的怪癖呢？楚风说道。楚风，我要撕烂你的嘴！听得楚风这番话，夏雨儿的怒火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浓。这一刻，楚风注意到夏雨儿的身体竟然散发出青色的火焰，那青色的火焰一边蠕动，一边转变，如同铠甲一般附在女子的身上，燃烧奔腾。而那明明是火焰，可是在这水中不仅没有熄灭的症状，它所散发的也并非是炙热的气息，反之，一股寒冷刺骨的气息弥漫在这深水之中。尤其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之下，楚风更是能够深深地感受到那火焰的寒冷。见此一幕，楚风赶忙释放出自己的王牌手段远古战剑。他曾与夏雨儿交手过一次，所以楚风知道这乃是夏雨儿的天赐神力。夏雨儿天赋异禀，他的天赐神力也是非常厉害，并非是提升战力那么简单，而是可以让夏雨儿的修为足足提升一品的。果不其然，当那青色火焰出现之后，夏雨儿的气息也是从4品真仙提升到了5品真仙。他一剑刺来，威势更猛，楚风根本无法抵挡。不过好在楚风已经释放出了远古战剑这一王牌手段，所以这一剑刺来还未触碰到楚风的肉身，便被远古战剑挡了下去。在楚风的催动之下，远古战剑不仅金色的光芒大盛，将这原本昏暗的深水照耀的如同白日一般明亮。远古战剑的剑体也是开始变大，越来越大。在此等情况之下，夏雨儿也是被远古战剑逼的距离楚风越来越远。那猛然间，夏雨儿再度发出一声尖叫，与其说是尖叫，那乃是愤怒的咆哮。糟了！而看到此刻的夏雨儿，楚风也是眉头紧皱，暗叫不妙。楚风注意到此刻夏雨儿的身上不仅缠绕着那青色的火焰，在她的身体之上竟然还涌现出了银色的光华。那银色的光华不仅看着耀眼，而她所散发的气息更是非常的强大。那强大的气息便是楚风感觉不妙的罪魁祸首。这种感觉似曾相识，楚风曾在楚仙硕的身上感受到过。仙法，此刻夏雨儿将所使用的手段乃是仙法。眼见不妙，楚风赶忙见远古战斧施展而出，因为楚风觉得只是远古战剑这一种秘技，怕是无法抵挡接下来夏雨儿所施展的仙法。不过这一次，远古战斧并未向夏雨儿发动进攻，竟然与远古战剑一样，同样将楚风护在了当中。仙法，银光漫天。而就在此刻，夏雨儿发出一声怒喝，与此同时，他双掌合并，对着楚风猛然轰出。下一刻，磅礴的银色光芒如同浪潮一般，开始向楚风冲击而来。很快的，那光芒便来到近前，将楚风以及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彻底吞没了。一时之间，轰鸣阵阵，那银色的光芒不仅刺得楚风睁不开双眼，更是自四面八方向楚风发动冲击。这冲击力非同小可，哪怕楚风被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2大秘技守护着，可是楚风却也能够感受到剧烈的震动。由此可见，夏雨儿所施展的仙法非常的强横，至少比当日楚仙硕所施展的仙法要强横得多。不过仙法再强，也终究受时间所限。很快的，夏雨儿所施展的仙法便停止了对楚风的冲击，并且开始消散开来。当那仙法消散之后，楚风则是长舒了一口气。夏雨儿所施展的仙法威力太强了，若是再继续冲击下去，楚风怕自己坚持不住。毕竟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同时使用，这对楚风来说也是有着极大的负担。不过好在还是结束了，毕竟仙法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施展一次，所以楚风觉得他和夏雨儿的这场战斗可以结束了。而当夏雨儿看到楚风竟然安然无恙之后，他眼中的怒意顿时大增。下一刻，他的身上便散发出了金色的光芒。我擦，怎么又来了一次？不是说仙法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施展一次吗？楚风有些惊讶。不对，这次的光芒和先前的不一样。女王大人说道：“我的个乖乖，这丫头
他竟然还掌握着其他仙法。楚风的脸色有些变了，因为他知道夏雨儿是要继续施展仙法，并且楚风隐隐间觉得此刻夏雨儿将要施展的仙法似乎比先前的还要强横。仙法金光漫天，夏雨儿大喝一声，便再度向楚风发动了攻势。这一次的仙法除了化作了金光之外，几乎与先前一模一样，但有一点就是这一次的攻势比先前要强，威力也比先前要猛，所以这金光冲击而来，楚风的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颤动得更加厉害，楚风所承受的压力也是越发的强。但是这一次依然被楚风的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所抵挡了下来。只不过当夏雨儿的仙法攻势消散之际，楚风也是嘴巴一张，一大口鲜血自口中喷洒而出，气息更是变得虚弱得很。紧随其后，那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都消失了。显然楚风已经无法继续使用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了。看到楚风这副模样，夏雨儿的眼中才涌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喜色。夏姑娘，我又不是故意看的，没必要因为这件小事而弄得两败俱伤吧。楚风说道。小事？你竟敢说这是小事？你真是死不足惜。夏雨儿说话之间双掌合并，下一刻她的身上竟然同时散发出银色与金色两种光芒。我靠，你这丫头竟然还掌握着第三种仙法。此刻楚风也是眉头紧皱，眼睛瞪圆。楚风看得出来，夏雨儿此刻所将施展的仙法比前两种都要恐怖，而此刻的楚风已经无法继续施展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这两种秘技，所以楚风他已经失去了与夏雨儿所抗衡的能力。仙法金银漫天斩，夏雨儿大喝一声，这道金银交加的斩击便向楚风攻了过来。这一次的仙法可以说是夏雨儿所施展的仙法中最强的一次。然而面对如此强横的攻击，此刻的楚风却如同呆在的羔羊一般，只能等着挨打。没有了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楚风根本就无法与其抗衡。下一刻，那仙法正面轰中了楚风，一时之间巨响不断，涟漪滚滚。莫说这池水深处为之沸腾，强大的冲击力更是将池水推动上。在藏灵池之外，能够清晰的看到池水如柱一般直冲青天，过了好一会才缓和下来。而当那仙法的能量涟漪消散之际，楚风已是尸骨无存，连气息也是彻底消失了。尽管楚风已经被夏雨儿的仙法轰得连渣的都不剩，可是夏雨儿脸上的怒容却并未减少。看来哪怕楚风已经被其所杀，可是他对楚风的恨意却也依旧健在。说句公道话，其实真的不能怪那个叫楚风的家伙，毕竟是你自己脱掉的衣服，他又不是故意看的。楚灵犀说道。怪谁都无所谓了。夏雨儿冷漠地说道。这是他第一次对楚灵犀说话的时候表现得如此冷漠和不敬。然而对于夏雨儿这有些失敬的态度，楚灵犀却并未追究，而是淡淡的一笑，随后将目光投向了这藏灵池的更深处。看过之后，楚灵犀的笑容变得更加的意味深长。至于夏雨儿，可能还沉浸在对楚风的怒火之中，所以根本就没注意到楚灵犀这笑容的变化。在藏灵池的深处，5种能量体正在飞快的向藏灵池的更深处前行，过了好一会才忽然停了下来。下一刻，那5种能量体竟然开始相互交融，化作了一道身影，而这个人乃是楚风。原来楚风没死，可猛然间，楚风一大口鲜血便自口中喷洒而出，但是一口过后，紧接着又是一口，那鲜血一口接着一口的从楚风的口中喷洒而出，根本就停不下来。而每吐出一口鲜血，楚风的气息都会虚弱一分。到的最后，当楚风不再吐血之际，他已经虚弱到如同半个死人一般。楚风赶忙取出疗伤丹药丢入口中，随后盘坐下，布置疗伤为自己阵法。虽然楚风并未立刻恢复如初，可是在一番治疗之下，至少脸色不再像之前那般难看，气息也是恢复了不少。真是太险了，想不到最后保住我性命的竟然是五行秘技。楚风忍不住感叹一声。五行秘技当初与楚风融为一体之后，便有着一个守护楚风的作用。在实力与楚风相差不多之人的面前，这五行秘技可以让楚风不死不灭。也就是说，只要对方实力不是比楚风强横太多，那么对方根本就杀不死楚风，也伤不到楚风。但是当楚风踏入真仙境以后，哪怕明知道五行秘技还有着这种特殊的作用，可是楚风却也不敢依仗着这种手段了，因为真仙强者的实力太强，不能以无阻来和半祖时期来衡量。哪怕实力相差不多，可楚风觉得这五行秘技也不能保楚风安然了。而这一次楚风可以说是一次冒险的尝试，这验证了楚风的猜测。到达真仙境之后，哪怕实力相差不多，可是五行秘技最多也只能让楚风不死，但却会受伤，并且这伤势还不轻。虽说先前楚风被夏雨儿的仙法攻击之后，楚风虽然通过五行秘技逃过一劫，可他还是受了不小的创伤。当然楚风眼前之所以会这么虚弱，不仅仅是被夏雨儿攻击了的缘故，也有使用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遭到反噬的原因。虽说短时间内使用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楚风还不至于遭受反噬，可是楚风使用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的同时，遭受了那样凶猛的攻势，实际上耗费了楚风不小的力量。这种情况下，若是不遭受反噬，反而奇怪了，太冒险了。万一这五行秘技抵挡不住夏雨儿的攻击呢？你本可以继续催动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和他进行最后一搏的，根本没有必要这样。此刻女王大人的小脸之上满是埋怨之色。原来楚风不仅是故意被夏雨儿击中的，就连先前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的力量消失，也是楚风故意装出来的。尽管同时催动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的确会对楚风造成极大的负担，但是显然刚刚的楚风还没到达极限，他是故意装作到达极限，从而故意被夏雨儿击中，然后借着五行秘技这种肉身不灭的手段而逃生。也就是说，
楚风若继续催动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实际上还是有着与夏雨儿一战的能力的。但是再不确定五行秘籍能否挡得住夏雨儿的攻击之际，楚风却选择相信了五行秘籍。这个方法的确是冒险了一点，也难怪女王大人会这般生气。我的好蛋蛋，先别生气嘛。首先，五行秘籍与我融为一体，我能感受到它的强弱。尽管五行秘籍已经不能像我在无祖境的时候，让我在与实力相差不多的人面前保持不死不灭、不受伤的状态，可是我能够感觉到它还是可以让我不死不灭的，最多只是会受伤而已。而我之所以要选择这样试，一是想验证一下我自己的猜测，二嘛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不是夏雨儿那丫头的对手，哪怕继续催动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也不是她的对手。你没发现那个丫头掌握的仙法非常的多吗？现在她只是施展出了3种，我不能保证她还是不是掌握着其他仙法，而其他仙法的威力是不是比这3种还要强横？楚风说道。这丫头的确有点厉害，上一次楚仙硕施展了一次仙法，就已经造成了不小的负担，已经基本丧失了与你再战的力量。可是这个丫头竟然一口气施展了3种仙法，并且这3种仙法的威力一个比一个强，这也就说明这3个仙法对她所造成的负担也应该一个比一个强才是。但看这个丫头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也许你利用五行秘籍选择逃脱是对的，可是实在太冒险了。下一次你必须经过本女王的同意才可以去做。女王大人说道。嘿嘿，遵命，我的女王大人。楚风笑了笑，随后又忍不住感慨道，尽管随着我力量的提升，五行秘籍已经不如从前，可是至少还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而现在我最初掌握的4项秘籍，其实所能发挥的空间已是越来越小，所以我越发的好奇，这五行秘籍的创造者五行老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实力一定很强，否则不可能创造出这样厉害的秘籍。祖武下剑在远古时期应该很厉害吧，所以出现一些高手倒也正常。女王大人说道。可能是吧，楚风说道。噜噜噜。而就在这时，这藏灵池内的池水忽然开始沸腾起来，但是仔细观看，那又不像是沸腾，而是一道倒水纹，正在自这藏灵池的深处不断向上冲击而来。这感觉该不会是那喷发要来了吧？楚风有些惊讶地说道。他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楚风还不想喷发这么快就来，毕竟此刻楚风的伤势还并未痊愈，所以这并不是楚风的最好状态。既然这喷发是需要用心感悟的，那么楚风自然希望他是在最好的状态下去感悟，而不想以这种状态去感悟。然而猛然之间，一声巨响自那藏灵池深处传来，很快的肉眼可见的结界符咒便密密麻麻的如同大军一般自藏灵池的深处喷发而来。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这藏灵池的喷发竟然真的来了，并且这喷发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很快的那结界符咒便冲过了楚风的周围，将楚风彻底覆盖在这喷发的水池之中。不仅如此，那喷发的力量还在向藏灵池的最上方冲击而去，不过片刻的功夫就到达了藏灵池的顶端。这10年一次却只能持续1日的喷发终于开始了。